本期视讯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4.68，收盘价是181.5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5.21，最低价是在179.6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5589.31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MACD 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双线也是趋于合拢。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开始减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下影线略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也继前一个交易日出现回档之后继续出现了一根回档的 K 线。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上方是在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价这个位置遇到了压力，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震荡的下行，那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低的下方，并且呢留有较长的一个下影线。那我们也会注意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那继续出现这样的小红 K 线并且成交量缩呢说明这根 K 线它是继前一个交易日之后的又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么出现休息的 K 线，并且还有长长的下影线，那成交量继续量缩，那说明日后股价将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但是当日的这根 K 线的不足之处就是它的收盘价又不仅跌破了前低，也跌破了这个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所以这样一来呢，就给股价日后的走势带来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两个指标也会使日后的股价，我们说如果有空头力量的进入，或者说没有多头力量的支撑，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的，对，也就是出现一个带量的下跌。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那我们认为股价下方是很容易去测试20日均线值，当然还有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77的，对。那么我们其实刚才说了，出现休息 K 线会有反弹，那么反弹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者说是之后的交易日，股价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才会有反弹的走势。好，那么我们就是也说了，说这根 K 线生成之后股价又会上行又会下行。那么我们再总结说明一下，就是在这样一个回档中我们认为只要股价不跌破这根绿 K 的最低177，然后呢股价再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说这一波回档成功，股价才会有反弹的可能。但是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177之后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有继续一个深度的回档，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19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83.5附近。那实际在6月20日收盘价是在181.57，出现了我们可以说叫下跌啊，因为它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嘛，所以这就不成为是回档了。对，虽然说啊，当日的收盘价和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点位相接近，并且其实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都是低开盘，然后最高价和最低价呢，也都相接近，但是收盘价的点位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预测的这个回档啊，收盘价依然是留在5日均线之上方，并且呢，也在前低上方。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收盘价点位，在含有长长的下影线，成交量缩，那我们说日后一定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但是呢，实际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之和前低，那这样一来呢，就给日后股价的走势带来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说很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对，那所以说我们在前一期视讯预测的这个结果呢，也仅仅能够说是方向相同，对，好，那么好，那我们再补充说，就是我们还预测了反弹到192，其实在开盘的时候啊，已经就是说排除了第一个可能，对，所以我们认为在对于6月20日这根 K 线的预测呢，我们预测的仅仅是方向相同，对，好，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先依次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因为它有这个不确定性哈。我们先来看上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啊，依然是191，站上这个位置将会下方有底高，上方如果再出现头高，那我们会认为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将会被确认。对，好，那么我们把图缩小，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啊，目前我们说有两个强压力，一个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就是在6月21日盘中的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83附近，这是一个强压力。然后还有一个强压力呢，就是这根绿 K 的最高是189，所以要到达191之前，这两个位置将是强压力，一个是我们说也就是这两个位置是重要标志，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将会决定股价会继续有反弹的走势。那么如果能够站上189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叫换手成功，所以说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在到达191之前。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目标，191如果被站上之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199，这也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它临近200关口。我们在多次视讯当中都说过，这个位置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然后呢，第三个压力位，第三个目标就是206。206啊，仅仅是一个压力位。那如果继续向上，其实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将是股价在站上，我们说如果股价站上200关口之后啊，上方的继续向上的强压力是在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这条趋势线呢，我们说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两个低点
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对，之前也是我们会看到有4次碰到这个下行趋势线而出现了反转向下。好，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继续保留目前的这个168，对，那168在到达它的之前呢，强支撑除了各条均线值啊，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177，实际上在6月21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是在它的附近。那20日均线值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对。好，那么说168如果被跌破，那将会继续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39。139被跌破之前呢，我们说这个缺口将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对，那139一旦被跌破，我们会看到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2。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一个走势的说明。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6月21日开盘之后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这根绿 K 实体的上沿哈，在6月18日没有越过它，所以收低。那么在6月20日呢，股价根本就没有出现一个反弹的走势，一直在它的下方运行，所以是收低的。然后到了6月21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5日均线值。那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盘中呢，它是在181到183之间，我们取中线182，我们下一条水平线。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就是股价在盘中啊，如果能够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甚至收高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5日均线之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尤其是如果出现一个低开盘，然后遇5日均线值而出现反转向下，那证明就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是很容易跌破20日均线值和177的。所以在盘中我们其实特别要关注182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6月12日和6月17日这2根绿 K 的收盘价，进场，对，在这个位置是5%进场，在这个位置是10%加仓。那这1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84附近。我们在这个之前给出的是6月20日，我们对于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首止损的位置是177，所以这个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它，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么到了6月20日收盘价181.57这个位置，对于这15%的仓位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这个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和前低，虽然成交量缩是吧，但是这个是股价是有继续下行的可能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当然，在这个位置也不可以初次建仓去抢反弹的。好，那么这个仓位到了6月21日，我们继续给出的止损位是继续守177，就是这个绿 K 的最低。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呢，目前我们要给出上方它要守的位置就是5日均线值，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出的点位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是183，这个位置将是
空头要守的位置。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是189，是这根绿 K 的最高。那目前这2个位置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当然这也是多头要突破的位置，因为这2个位置被突破之后啊，将会瓦解空头的力量，那么会有空单的回补，那股价一定会我们会认为会去测试191的。好，那么空头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多头要守的位置了，那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177，对，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68，这是2个空头的目标。好，所以我们在提到空头的这个讨论空头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把多空双方的关注的点位呢我们说是从 K 线技术来说并不是从市场信息或从其他的信息来说，我们只单纯从 K 线信息来说，通过讨论空头，我们可以给出这个多空双方所关注的一个点位，对，作为参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1到183之间，对，然后呢，第2个压力位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185，第3个压力位是189，第4个压力位是191。那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还有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它们的范围是从178一直到179，在这个区域。好，那么第2个支撑就是177。第3个支撑呢是下方从168到170，在这个区域。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今天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那如果是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0，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85，然后收盘会收在183附近，也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出现一个横盘向上的走势。同样的这样的走势，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187，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8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条件就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叫做反弹的走势。好，第2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或者是回档，也是给出2个点位。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2，下方最低会到达178，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80附近。对，那么如果在盘中股价最低是到达了175，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76。所以股价一旦最低到达175，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一根红 K。对，好，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或者补量的下跌呢，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的走势。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出现这样的一个预测呢，就是在6月21日盘中，这个5日均线值将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最不好的一个走势就是低开盘，然后遇五均值而出现一个这个继续反转向下这是最不好的一个对于多头来说最不好的一个走势。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